9912元。我們先把這個數字放在桌上，等一下再回來收。9912，單位是新台幣，不是中樂透，不是包紅包，是一個滿65歲的台灣人，一年有可能整筆放着沒拿的健保費補助，每個月最高826元，乘以12個月，剛好9912元。錢在哪裡？就躺在你的戶籍地。誰的錢？說穿了，是我們自己的錢。從20幾歲領第一份薪水開始，我們繳稅、繳健保、繳勞保，一繳就是40年。粗略算算，一個上班族一輩子繳出去的稅和保費是以百萬為單位計的。這幾年政府陸陸續續把一部分還給65歲以上的人，問題是他不會打電話通知你，公所也不會派人來家裡按門鈴，公告就貼在網站的某一頁，貼完就算通知過了。你不知道這筆錢就靜靜躺在那裡，最後等於原封不動送回國庫。這種事在菜市場聽得最多，買菜的時候隔壁攤聊起來，一個說他上個月免費做了腹部超音波，一個說他家老伴的健保費縣府在繳，旁邊的人聽得一愣一愣，怎麼都沒人通知我？不是沒人通知你，是通知這件事從頭到尾就不存在。為什麼叫隱藏福利？不是誰故意藏，是這些東西分散在健保署、勞保局、疾管署、22個縣市政府，還有電信公司的資費表角落，各管各的，從來沒有一張總表。你不主動問，他就一輩子跟你擦肩而過。今天我們就來當那張總表，8項一次盤點，每一項都講清楚3件事：怎麼領、去哪領、值多少。先把醜話說在前面，這8項不是每一項人人都領得到，有的看縣市，有的看條件。但正因為這樣，才更要一項一項對，對到一項算一項，對到的每一項都是白紙黑字寫着你名字的錢。其中第5項，照我們的經驗，10個人裡面9個沒聽過，把它留在正中間慢慢講。先從最大條的開始。第1項，健保費有人幫你繳，我們叫它820紅包。2026年最有感的變化就是這個，有幾個縣市宣布65歲以上的長輩健保費由縣府全額代繳，以第6類地區人口的自付額計算，每個月最高826元，一年省下9912元，就是開頭放在桌上的那個數字。夫妻2個人都滿65歲，一年就是快2萬元。南投縣從2026年4月1日開跑，而且打出3個字很豪氣：不排付、免申請、不看收入，當月設籍，當月生效。台東縣、苗栗縣也陸續宣布擴大補助範圍。你住的縣市有沒有跟進？值得馬上查一下。你可能會問，那我要不要跑一趟公所填表，排隊抽號碼牌？答案是多數縣市不用，符合資格的人，縣府會自己造冊，跟健保署系統勾稽，補助直接生效。你唯一要做的是打一通電話到公所或社會局，確認自己在不在名單上。然而事情沒這麼簡單，台北市、台中市這些地方是有排付條款的，像台中市就規定要年滿65歲，涉及台中滿1年，而且最近1年綜合所得稅率在 5% 以下才符合。同樣是65歲，隔一條縣市界限，1年的待遇可能差快1萬元。所以第一個動作很簡單，拿起電話問戶籍地的公所或社會局，開口就這樣講：我今年滿65歲，涉及在這裡，請問健保費有沒有補助？需不需要申請？2個問題，30秒問完，對方說有，你確認生效月份，對方說沒有，你至少死了心，不會一直懸着。這通電話值9912元，大概是全台灣時薪最高的一通電話。這不是誰施捨的，是我們繳了幾十年健保費換來的回頭錢，只是它躺在系統裡等你開口而已。第2項，1年1次的免費老人健檢，你會不會想，健檢跟平常看病抽血不是差不多嗎？不一樣，差很多。平常看病是哪裡痛查哪裡，健檢是整台車進廠保養，從頭到腳掃一遍，專門抓那些還沒開始痛的問題。以台北市2026年為例，總共準備了69000個名額，85家醫療院所，還把健檢分成 A、B、C 3種套餐讓你挑。A 方案查腦跟肺，含胸部 X 光、甲狀腺刺激素
維他命 B12、葉酸。B 方案做腹部超音波、肝膽胰脾腎一次看。C 方案查骨密度跟肌力，專門對付骨質疏鬆跟跌倒風險。3種怎麼選？給個簡單的參考。從來沒照過腹部超音波的，先選 B。肝膽的問題早期幾乎沒感覺，超音波是最省事的一關。最近覺得爬樓梯變喘、咳嗽拖很久的，選 A。常常覺得腿沒力、擔心跌倒的，選 C。1年選一種，3年就能輪完一圈。共同項目也不含糊，尿液檢查、糞便潛血、憂鬱症篩檢、認知功能評估，做完還有醫師解說報告。特別說一下後面那2關，情緒和記憶力的問題，越早發現能做的事越多。這2關很多人不好意思做，覺得做了好像承認自己有問題，其實它跟量血壓一樣平常。這一整套自費做，行情上看幾千甚至上萬元，這裡1毛不收，但名額是用搶的。台北市今年1月22日開放網絡預約，也可以打免付費電話0800到03 1到889。熱門醫院幾天內額滿，高雄市大約4萬個名額，1月1日起額滿為止。台中市更特別，要在前一年11月10日以前先登記。換句話說，這項福利的關鍵字是日曆，現在就把明年1月圈起來。台中的朋友，今年11月10日前就要動作。就算你住的縣市沒有加碼健檢，健保本身也有一條底線，65歲以上每年1次免費成人預防保健，抽血、驗尿、腎功能、血脂、血糖都在裡面，全台健保特約院所都能做。還有一點值得說破，健檢省下的不只是那幾千塊檢查費、糞便潛血這種項目，抓的是還沒有症狀的大腸問題。早期發現跟晚期發現，後面的治療路完全是2條路。花半天做健檢，買的其實是往後好幾年的主動權。1年1次，過期不補，沒去做，名額就蒸發了，跟把繳過的健保費撕掉一角沒2樣。第3項，公費疫苗，1年幫你省好幾千。每年10月，公費流感疫苗開打，65歲以上免費。這件事很多人知道，去年是10月2日起分2階段開打，65歲以上排在優先梯次，越早打，流感季來之前保護力越完整。所以每年秋天看到開打的新聞，別想着再等等，早去早安心。這是大家知道的部分，不知道的是後面3件事。第一件，新冠疫苗也一樣，65歲以上是公費對象，可以跟流感疫苗同一天打，左手1針，右手1針，坊間叫它左流右新，跑一趟診所解決2件事。今年還首度採購了加強型流感疫苗，先供住宿機構的長輩優先使用。這種加強型對65歲以上的保護效果比標準劑型更好。第2件更新鮮，以前公費的肺炎鏈球菌疫苗要照時程打好幾劑，長輩常常打了第1劑，第2劑就忘在風裡，哪知道現實又反轉了，而且是往好的方向轉。從2026年8月起，也就是這個月，公費肺炎鏈球菌疫苗全面換成20價或21價的結合型疫苗，只要打1劑。我們幫它取個綽號叫一針俠。65歲以上還沒打過的，去診所報到1次就畢業。肺炎這種專挑年長者下手的家伙，值得先架好防線。第3件，那支自費貴生生的帶狀皰疹疫苗，俗稱皮蛇疫苗，自費打下來要上萬元。新北市宣布，從2026年9月1日起，涉及新北的65歲以上免費接種，桃園、苗栗等縣市也有部分補助，疾管署還在評估全國納入公費。住在這些縣市的人，等於口袋直接多出上萬元。去哪打？住家附近的合約診所、衛生所都可以。很多診所看診順便就打了，不用特地跑大醫院。算一算，流感、新冠、肺炎鏈球菌3支都用自費的行情抓，1年幫你省的錢是以千為單位起跳。再碰上皮蛇疫苗有補助的縣市，直接跳到以萬計。當然，打不打，什麼时候打，尤其有慢性病、正在吃藥、對疫苗成分過敏過的，先跟你的醫師討論，這個順序不能反。但可以先記住，這些疫苗的採購預算就是從我們的稅金出的，不打白不打。這句話在這裡是字面意思。第4項，假牙補助，這項今年大改版。過去幾年，
裝假牙有中央的方案在撐腰，可就在所有人以為中央會一直補下去的時候，2026年起，衛福部主導的假牙補助正式退場，整個業務下放回各縣市自辦。這一改，金額跟資格就變成一縣一個樣，行情給你抓個範圍。常見的是全口活動假牙最高補助44000元，固定式假牙每顆最高4400元，屏東全口最高3萬元，也有縣市喊到6萬，甚至有地方政府最高給到10萬。同一副假牙，戶籍不同，補助可能差好幾萬元。基本門檻大多長這樣：65歲以上或55歲以上原住民。另外，要符合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或領有相關津貼補助的條件之一。不是人人有獎，但符合的人，這筆錢非常大。這裡有一個天條，請用力記住：先申請後製作，順序反過來，先裝好假牙再去申請，1毛都拿不到。多少人就是敗在這一步。想象一下那個畫面就心疼，牙都裝好了，興沖沖拿收據去公所，櫃檯只能2手一攤，4萬多元就這樣飛了，連補救的機會都沒有。正確走法是帶身份證、健保卡、印章，先到縣市的合約牙醫診所做口腔篩檢，由診所或公所送件，等核准公文下來才開工。哪些診所是合約診所？打電話問縣市衛生局或社會局，最快一通電話省下走冤枉路。牙口不是小事，缺牙會影響咀嚼，咀嚼影響營養，營養連着體力跟腦袋。很多長輩越吃越軟，越吃越少，源頭就是那幾顆缺掉的牙。所以就算補助資格不符，牙齒有狀況，還是要去看牙醫，跟醫師討論最適合的做法。這錢不能省錯地方。講到這裡，事項過去了，先踩一下剎車，說幾句比較不中聽的。這些福利每一項都有但書，有的排付，有的要設籍滿1年，有的名額有限，額滿為止。各縣市年年都可能調整，所以聽到任何全國統一、人人有份的說法，先打個問號。一切以你戶籍地公所、衛生局的最新公告為準，也不建議為了某項補助特地遷戶口、涉及年限的規定，就是防這一招的。再來，健檢是照妖鏡，不是護身符。報告出現紅字，該回診就回診，該轉介就轉介。反過來，拿着正常的報告，也不代表可以把身體的警訊當沒看到。胸口悶、體重莫名往下掉、排便習慣改變這類狀況，不要等明年健檢，直接去找你的醫師。最後一句最重要，所有真的福利都不會打電話叫你去操作提款機，不會要你的賬戶密碼，也不會叫你先匯一筆手續費。假冒健保署的簡訊，假冒公所的來電，每年騙走長輩的錢以億計，而且劇本越來越像真的，連補助名目都講得頭頭是道。記住一個死規矩，政府的錢只會匯進來，不會叫你操作任何東西，匯出去，接到可疑電話掛掉，打165查證。我們的錢要領回來，但不能從詐騙集團那條路上領。好，剎車放開，來講重頭戲。第5項，10個人裡面9個不知道的電信樂齡方案。先問一個扎心的問題，你每個月手機費繳多少？很多長輩明明只是接電話，看看兒孫傳來的照片，卻掛在5600塊甚至上千塊的方案上，一掛就是好幾年。當年辦手機的時候，店員推薦什麼就簽什麼，合約到期也沒人提醒，就這樣按月扣款，扣到現在，加起來購買好幾台新手機。其實3大電信都有針對熟齡用戶的低月租方案。以查證過的資訊來看，中華電信有65歲以上的方案，月租149元，4G，綁約24個月，每個月1級自節上網量，網內通話20分鐘，網外加市話合計20分鐘。遠傳有65歲以上的129元跟299元方案。台灣大哥大也推過60歲以上月租149元的專案，不過那一波是限時的，去年12月開跑，今年1月1日就收攤了。之後有沒有新一波？要到門市問。然而事情沒這麼簡單，網絡上流傳好幾支影片，講什麼65歲隱藏方案，內行人才懂的買法。查核中心一查，內容跟現實對不上，是內容農場用 AI 拼出來的。真方案確實存在，但細節跟謠言差很多，所以別照着影片去炒，要照官網跟門市的白紙黑字。
為什麼說90%的人不知道？因為這種方案利潤薄，門市不會主動推銷，官網不會放在首頁，他就安安靜靜躺在資費表的角落，等有人開口問。破解法只有一句話：走進直營門市，把身份證放在櫃台上，問一句：我滿65歲，你們有沒有樂齡或敬老資費？從月租599降到149，一個月省450元，一年省5400元，2年綁約省超過1萬元。有3個小提醒：第一，舊合約的到期日先問清楚，還在約內就換，可能有違約金，把違約金跟省下的錢擺在一起比，划算再換。第二，1 級字節的上網量，對只用通話和文字訊息的人夠用，天天看影片的人不夠，要照自己的用量選。第三，兒女幫爸媽處理最快，帶着爸媽的證件陪跑一趟門市，10分鐘辦完，比買什麼保健品都實在。同樣一句話，不問就是0，問了就是1萬多，這大概是全台灣最值錢的一句話。第6項，敬老卡的點數，我們叫它會增發的零用錢。65歲辦敬老卡，大家都知道，搭公車免費或優惠。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卡裡每個月還會自動存進一筆點數，1點折1元，而且各縣市金額差很大。台東每月1500點，全台最高；台中每月1000點是6都第一。雙北從2026年7月起，也就是上個月，從480點加碼到600點。這筆零用錢能幹嘛？搭市區公車、國道客運之外，不少縣市可以拿去搭台鐵扣點，搭敬老愛心計程車折抵。新北連合約診所的50元掛號費都能刷卡扣點。也就是說，去醫院回診、去程的計程車、掛號費，可能整趟都用點數解決，現金不用掏出來。台中更大方。國民運動中心、游泳池、健身房的單次門票都能折，等於政府出錢請你去運動。新北還預告，2027年下半年起，每月最多300點可以拿去超市、農會、市集、藥局消費，用途越來越像現金，聽起來很美好。偏偏現實又轉了一個彎，在新竹縣、苗栗、台中、彰化、南投、嘉義市、屏東這些地方，點數當月沒用完，月底直接歸零，不累計不遞延。以台中來說，一個月1000點放着不動，一年蒸發掉的就是12000元，剛好是一趟國內旅遊的錢。你可能會問，為什麼不讓人存起來？官方的邏輯是，這筆點數本來就不是要你存的，是要你出門的，搭車、運動、看展覽，人動起來，身體和心情都受益。道理我們懂，但站在自己的立場，結論只有一個。既然存不了，那就用好用滿，一點都別留給月底。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叫它會增發的零用錢，錢已經匯進卡裡了，你不刷它就自己走掉。每個月月底前看一眼卡片餘額，這個習慣一年值上萬元。第7項，台鐵、高鐵敬老票半價，而且越來越好買。規則本身很單純，年滿65歲，憑身份證件，台鐵、高鐵票價直接對折。台北到左營的高鐵原價1490元，敬老票745元，來回現省1490元，等於多送你一張單程票。北部的孫子滿月，南部的老同學聚會，跑一趟的成本直接砍半。以前捨不得票錢，一年只南下1次的，現在同樣的預算可以跑2次。這種福利省下的不只是錢，是見面的次數。以前麻煩再買票，只能去窗口排隊。很多長輩嫌麻煩，乾脆請兒女在網絡上買全票，一來一往，半價的權益就這樣放掉了。現在高鐵改了，只要去窗口用證件買過1次敬老票，系統記住你，到隔年年底前，自動售票機就能直接買，也可以在便利商店取票，會用手機的還能直接線上購票。台鐵則是車站窗口或無障礙窗口都能辦，上車帶着證件備查就好。順帶闢個謠，前陣子網絡瘋傳，台鐵10月起65歲長者專享特權的新政策，傳得有模有樣。交通部特別出來澄清，沒有這回事，是假消息。敬老半價是老人福利法保障的既有權益，本來就有，不是什麼10月限定的新恩典。真的假的分清楚，才不會白跑一趟車站，或是把本來就有的權益當成錯過的損失。半價的差額誰出？公家補貼。公家的錢從哪來？
又是我們繳了幾十年的稅，所以買全票不買敬老票，等於同一段路付了2次錢。第8項也是金額最大的一項，勞保老年給付，我們叫它那本老存折。工作幾十年，勞保費月月從薪水裡扣，這本老存折到底存了多少？很多人到退休那天都沒算過，只聽別人說多少就是多少。先講算法，月領的老年年金有2個公式，勞保局自動幫你取高的那個 A4 是平均月投保薪資乘年資乘 0.775% 再加3000元， B4 是平均月投保薪資乘年資乘 1.55%。 所謂平均月投保薪資，抓的是你加保期間最高的60個月來平均，不是最後幾年，所以早年薪水高的月份都算數，數字才有感覺。假設平均月投保薪資45800元，年資40年，用 B4 算45800乘40再乘 1.55%， 每個月大約28396元，活多久領多久，年資短一點35年，同樣的薪資算下來每個月也有24000多，這還沒算上其他退休金來源。有人會問，一次領跟月領到底哪個划算？我們自問自答。一次領是用退保前3年的平均薪資，算年資每滿1年給1個月，超過15年的部分每年給2個月，最高45個月封頂。用上面的例子抓，頂多200萬元出頭，月領28396元，大約6年就追平這個數字，之後每領1個月都是多賺的，所以多數試算都是月領佔優勢。但每個人的身體家計條件不同，決定前值得跑一趟勞保局辦事處，請他們用你的真實資料算一次，這個服務免費。還有一個隱藏加碼，到了請領年齡先不領，每延1年加 4%， 最多延5年加 20%， 28396元加2成，變成34075元，每個月憑空多4600，等於什麼都不做，年金自己長大。反過來提前領，每提前1年扣 4%， 最多扣 20%， 而且是扣一輩子，這筆賬要自己掂量。順便一提，法定請領年齡這幾年已經逐步走到65歲，自己是哪一年次，幾歲能領，勞保局網站查得到，別用鄰居的年份套自己。順便提醒一件常搞混的事，勞保老年給付跟雇主每月提繳 6% 的勞退個人專戶是2筆不同的錢，兩邊都要記得請領，漏了哪一邊都是6位數起跳的損失。勞保局官網有免費試算工具，輸入年資跟投保薪資，30秒出答案。那本老存折是你一筆一筆存進去的，領之前至少要知道裡面有多少。8項講完了，資訊量有點大，沒關係，我們倒組再盤一次，速度放快，你只要注意哪一項聽起來最陌生，那一項8成就是你漏掉的。第8項，那本老存折，勞保老年給付，去試算，月領一次領想清楚，能展延就多2成。第7項，台鐵高鐵敬老票，證件掏出來直接半價。第6項，敬老卡點數，台東1500，台中1000，雙北600，當月不用，月底增發。第5項，電信樂齡方案，門市問一句話，月租有機會降到149。第4項，假牙補助，記住天條，先申請後製作。第3項，公費疫苗，左流右新一起打，肺炎鏈球菌現在1針匣搞定。第2項，免費老人健檢，1月搶名額，1年1次，過期不補。第1項，820紅包，一通電話問公所，1年最多9912元。8項全部加起來，1年少說幾萬元，多則10幾萬元，沒有一項是天上掉下來的，全部是我們繳了40年，本來就該回到口袋的錢。而且領這些錢，不用求人，不用人情，不用不好意思，該走的程序走完，它就是你的。明天吃早餐的時候，可以順口問問同桌的老朋友，健保費有人幫你繳嗎？健檢約了沒？敬老卡這個月刷了嗎？一頓燒餅油條的時間，可能就幫朋友撿回幾千塊。這種好康，一個人知道是運氣，一群人知道才是福利。但如果你只記得住一項，記那筆會蒸發的零用錢，因為其他7項晚1個月知道，錢多半還在原地等你。健保補助會補上，健檢明年再約，假牙補助申請了就算數，
老存摺放着還會漲利息，只有敬老卡的點數不等人，每個月月底準時歸零，上個月蒸發掉的已經追不回來，這個月的份現在正在倒數，今天幾號？月底之前把卡從抽屜裡拿出來，去搭一趟車，掛一次號，游一次泳，把點數花在自己身上，那不是省小錢，那是你繳了40年之後理直氣壯領回來的錢。